折叠机这个品类啊，从第一款面世到现在呢，已经过去将近8个年头了。那这8年里，当属国产折叠对卷，在可靠性、轻薄化和交互方面不断迭代创新。但唯独这个折痕问题啊，一直是行业的一大困扰。那虽说如今的折痕相比8年前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但依旧有肉眼可见的沟壑，并且还会越用越深。那每当你看视频或者手指划过的时候，都会有明显的割裂感，也就谈不上完美的打屏体验了。在这个背景下，相信大家包括我在内都在期待苹果的完美答卷。但是 OPPO 突然祭出杀招，率先给折叠机领域立了一标杆啊！刚发布了我们面前这台 OPPO Find N6。那看完片头，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那 OPPO Find N6 的这个折痕控制是相当出色的。那不能说完全消失，但也基本做到无感的状态了。那对比其他折叠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肉眼可见的差异，并且手指划过也能感受到铰链位置出色的平整度。到这里肯定有朋友会问，那用久了还会那么平吗？那我还真简单测试了一下。这是折叠钛静止3天后我拍的折痕，那确实比开箱那会儿要明显一点了。但我展开放了一晚，大家再看，折痕居然自动修复成刚开箱时的状态了。所以 OPPO 是如何做到无感折痕、久用平整的呢？那要想搞明白 OPPO 的折痕消失术，那就必须一拆究竟了。这期视频呢，我们先直入主题，来看改善折痕最核心的2个组件。屏幕和铰链。屏幕啊，作为承载折痕的组件，除了显示触控之外，剩下叠层的设计用料都会影响最终的折痕表现。那比如连接各功能层的 OCA 胶，它的如变特性直接决定折痕的恢复速度。这次 OPPO 基于上海交通大学团队针对 OCA 胶如变疲劳的研究，明确了更好的胶材选型，以及进一步优化了屏幕的叠层设计。那还有大家讨论相对较多的屏幕保护层，在传统方案里，基本就是在 CPI 和 UTG 之间做选择。但不管什么材质啊，本质上过去行业基本都会用更高的柔性来换取整机的耐用性。但如果只追求柔性，就很难抵抗屏幕其他叠层带来的不可逆形变。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的折叠机用久了折痕会越来越深的核心原因之一。而 OPPO 这次研发出了一种刚柔并济的玻璃保护层啊，那也就是官方宣称的天穹记忆玻璃，在保证更高强度和出色折叠柔性的前提下，抗弯曲形变能力呢相比上代提升至338%，那这才有了开头给大家展示的自修复能力，并且即便经过莱茵60万次折叠之后，依旧能保持平整啊。保护层之外，还优化了屏幕背面的碳纤维支撑板设计。看过我之前折叠机拆解视频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为了满足屏幕开合的形态变化，支撑板中间呢往往会有微缝结构。但是这个缝啊，如果开大了，在折叠钛时呢会失去承托能力，还容易形成比较细微的凹陷。那虽然很细微，但也会加深折痕表现。OPPO 和三星直接把这个微缝宽度从行业常规的肉眼可见的0.1毫米缩窄到了0.03毫米啊。现在看更像是一整块结构，那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出这个微缝结构。这么做呢，既满足了屏幕形变的需求，还有效强化了对屏幕的支撑性。那要做到无感折痕，支撑结构的设计必然是很重要的。说到支撑啊，还有一个关键组件呢，就是铰链。那这次 OPPO Find N6 采用了新一代钛合金天穹铰链，和传统铰链最大的差异就是接触屏幕这一面的平整度。那虽然表面起伏是肉眼不可见的微米级别，但依旧会导致折痕深度成倍的增加。其实用手摸折痕位置是能明显感受到差异的。你在屏幕中间上下触摸几乎没有任何突兀感，左右滑只会有一段细微的凸起感，但你能明显感知到是一大块平整结构。那反观之前的折叠机触感，凹陷凸起的感知频率明显更高，甚至会有颗粒感。所以 OPPO 是如何把铰链做平的呢？主要呢是通过3板斧，首先是联合博利特优化铰链翼板的制造，因为翼板的平整度会直接影响折痕表现。传统方案都是一块翼板搭配铆钉、滑轨等多个辅件的组合方案，既然是组合，那就避免不了各种公差。而 OPPO Find N6 的翼板呢，是通过3D 打印技术直接让所有零部件一体成型，
平整度相对就能控制得更出色，并且一体化还能带来更轻薄的结构，整机手感也能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其次呢是扭力模组的设计啊，那以往的铰链基本都是3组结构，要么不均匀分布，要么有大有小，这就会导致屏幕纵轴上扭力分布不均匀，对屏幕的支撑没有办法做到全面平衡，并且展开后铰链上的组件也很难做到相对平整，支撑失衡，铰链不平，那折痕显然就无法避免。而 OPPO Find N6 这次用了4组扭力结构，实现铰链扭力分布的完全对称，并联合安费诺飞凤呢实现了铰链的高精密组装，保证表面的平整度，并且在4组扭力模组的加持下，开合手感也会得到提升。那实际打开几乎毫不费力，中间悬停又非常稳固，末端展开呢非常干脆。其实有了这2板斧啊，已经能很好的控制折痕了。但实际上，OPPO 又极致了一把，这次联合先导智能和安飞诺飞凤引入了芯片级高分子 3D 打印技术，把铰链上剩下的那些肉眼不可见的沟沟坎坎全部填平。这个过程啊，简单理解呢，就是先用高精度的扫描仪扫描出这些微型沟壑，再用 3D 打印技术把高分子材料填充进去，最后呢用紫外光固化，实现极致的铰链平整度。不过这听起来虽然很极致，做一台很好理解，但是要实现规模化量产，就必须对每一根铰链都做定制化的处理，因为每根铰链的微型沟壑是不同的，必须挨个扫描才能实现所谓的千轴归一。那为此呢 ，OPPO 专门打造了一条为平整而生的产线，把定制化做成规模化。OPPO 确实是肯下本啊。那关于 OPPO Find N6 无感折痕久用平整的分析呢，就先聊到这里。那其实折痕消失术啊，肯定不只是以上说到的这些技术优化创新，本质上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那必须实现全链路的技术升级。而这种系统性的工程难题，必然需要多领域的深度协同才能解决。所以你说这次的折痕消失术是核心技术壁垒吗？那我个人觉得，首先毫无疑问，这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那接下来友商肯定也会加速跟进啊。但相比折痕，我认为真正的核心壁垒应该是 OPPO 可以持续引领行业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是基于 OPPO 多年的技术积累，以及对于用户需求的精准洞察，可以牵引行业伙伴协同创新，形成需求研发落地的闭环，这才是真正的核心优势啊。那比较有趣的是 ，OPPO 铰链的这些供应商，据说啊也是苹果折叠屏的供应商，所以苹果的折痕控制能达到或者是超过 OPPO 吗？咱们拭目以待吧。聊完折痕呢，外观部分啊，我再分享2个点，一个呢是这次的质感有加强，不管是配色、边框处理还是开孔方式，都让整机质感相比上代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另外一个是折叠态铰链位置的中框呢有做加高处理，这么做我猜测啊，应该能有效解决折叠处进砂时的痛点，非常细节且实用的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其他结构用料上的变化。SIM 卡托改成了对于超薄大折对叠来说更具挑战性的双卡背靠背方案，材质依旧是金属加塑料，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屏幕方面啊，内外屏的尺寸、分辨率、刷新率都和上代保持一致。外屏表面呢覆盖天穹晶盾玻璃，外屏底部新增 LIPO 封装工艺来收窄下巴宽度，对比上代就能看出明显的宽度差异。内屏从上代的 UTG 超韧玻璃升级为全新玻璃基材的天穹记忆玻璃，那它的作用啊，除了前面提到让折痕消失以及自修复功能外，还能提升抗穿刺和抗按压的性能，即便不小心让手机和钥匙发生了接触，也能为屏幕提供一定的保护，减少划伤风险。在日常使用中呢，不用时刻的如履薄冰啊。亮度方面对比上代啊，内外2屏都支持了1尼特明眸护眼，减少睡前刷手机的负罪感。亮度方面呢，无论是内屏还是外屏的手动全屏和强光激发亮度都要比上代更亮一些，户外使用的体验会更上一层楼。内部结构依旧采用大折叠常见的双3段式设计，对比上代只是在主副板和电池的占比上做了略微的调整。影像部分相比上代最明显的变动是新增了单匣色彩还原镜头，加强对复杂场景的色彩还原能力。前摄像素呢升级到2000万，主摄 CMOS 更换为2亿像素的三星 HP5，超广角也是全面升级，像素、尺寸以及光圈都有增大。那影像的外围器件和上代保持一致，都是内外后3颗环境光传感器，上下后4颗麦克风以及单颗闪光灯灯珠。主板依旧采用双层叠板设计，但 N6 在夹层中添加了导热凝胶，使 SOC 发出热量呢可以更加高效地传导至主板的另一面，提高整机的解热能力。
核心3大件方面 ，SoC 采用第5代骁龙8至尊版 ，RAM 和 ROM 呢是 LPDDR5X 加 UFS 4.1的组合。角落里的山海通信增强芯片，配合全新设计的天线，可以带来更加稳定的网络体验，并且还支持66个通信频段，即便出国也不用担心这个信号问题了。双扬配置保持不变，还是 AAC 瑞声科技全枪设计的 1216H， 内部都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这次优化了双扬的位置摆放，可以实现更好的立体声效果。Type-C 接口呢为5Gbps 速率的 USB 3.2 Gen 1规格，供电脚位上有抗氧化、耐腐蚀的惰性金属镀层。马达从上代的 ELA0815E 更换为华为3折叠同款的 ESA0617。综合振动性能有所提升，两块电池的总容量呢来到6000毫安时，相比上代提高了400，供应商依旧是东莞新能德，电芯呢来自巨头 ATL， 能量密度对比上代也有明显的提升啊。防水措施上，除后盖和屏幕四周的常规粘胶外 ，N6 还在开机键内侧以及固定铰链的螺丝四周呢灌满了封胶。取下内屏后，中框上的所有开孔都设计防水胶，主排线的盖板内侧也有红色胶条密封，避免液体进入电路内部。像 SIM 卡托、卡托推杆、Type-C 接口以及扬声器出声口四周的胶圈，那肯定都是悉数到位。4个麦克风收声孔以及左右2个泄压孔内全部配备白色防水透气膜，防止液体通过收声孔和泄压孔进入手机内部。整机通过了 IP56、IP58和 IP59 3重防尘防水测试，相比上代增加了一定的防尘能力啊。最后的中框总成在电池仓位置采用了厚度低于 CNC 加工极限的 0.22毫米碳纤维支撑板以及 0.18毫米的复合金属背板，由此偷出了一点空间来扩大电池仓的容积。中框采用纳米注塑 CNC 一体成型方案，材质和上代一样的高强度的7系铝合金，保证机身刚性。最后呢，我们来聊聊交互啊。这次 OPPO 针对大屏生产力给出了一套以 AI 为核心、以场景为导向的解决方案。首先就是最大化利用这块大屏的多任务处理。那 OPPO 这次在备受好评的全景虚拟屏基础上呢，加入了类似电脑上的那种多应用小窗，最多支持4个小窗，官方呢是叫做全景自由窗啊。一推一拉能够随意调整窗口大小，双击小窗切换为全屏显示。最方便的就是用4只手势来切换分屏和小窗，过渡动画也是4化流畅，并且在3分屏的情况下，临时打开别的应用，之前的分屏呢会保留在 dock 栏和后台，也能把分屏保存到桌面，下次打开也还是相同的这个应用排列。其次呢，就是新增的这支 OPPO AI 手写笔。那其实之前在 Find N2 上也有一支笔，不过当时采用了独立的这个充电闭合设计啊，携带和充电肯定不那么便捷。但这次呢 ，OPPO 给手写笔配备了专属手机壳，那方便收纳的同时呢，它还支持磁吸充电啊，日常使用会省心不少。既然名为 AI 手写笔，核心亮点自然是深度融合的系统级 AI 能力，比如按住按键画一圈就能够调用 AI， 随手画的图表通过 AI 智能识别之后，不止1比1还原，还能自动加表头生成各种可视化的图表。随手画的画可以生成多种风格的插画，自带笔记应用，还支持 AI 字迹美化和 AI 自动计算，轻松解决潦草书写和手动计算的麻烦。最后呢，全新的 ColorOS 16带来了丰富的 AI 能力，像是一键闪记是我比较常用的功能，日常记录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或者日程安排等等都非常方便。这次呢还新增了快捷键，便捷性进一步提升，还有实景对话、AI 录音等功能呢都安排上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套简单高效的分屏逻辑，搭配前面提到的场景化 AI 功能，已经足够应对各种日常工作了。那如果说这些还不能满足你的办公需求，那升级之后的远控电脑你应该会很受用啊。现在 Mac 和 Windows 都能进行远控，不仅支持在电脑上操作手机，而且手机里的文件、剪切板、便签、通知、验证码等也能实时流转到电脑，让工作衔接更加的顺畅。所以啊，这么一台移动办公生产力 AI 外挂、无感折痕、硬件配置全方位加码，且依旧轻薄手感的 OPPO Find N6，你心动了吗？那毫无疑问啊，这绝对是目前折叠机的标杆之作，引领行业进入无感折痕时代。在行业元器件大涨价的背景下，再加上平整技术的投入 ，Find N6涨价那应该是板上钉钉的啊。但即便抛开行业持续涨价的大背景不谈，光从 OPPO Find N6的综合产品力来看，也是值回票价的。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啊，如果价格你能够接受，且你对大折叠有需求，现在入手 N6或许是最好的时机，没准后面还会再涨价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罗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